最后一个赛季让我感到最挫败的是看到穆里尼奥在发布会上请求球迷不要嘘球员，希望把嘘声留给他自己，让球员安静下来。但回到家打开新闻，却看到标题变成了穆里尼奥挑战伯纳乌的球迷。现在的切尔西跟马雷斯卡的关系不只是紧张，简直火药味十足。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况。马雷斯卡和切尔西之间非常紧张。现在身价估计大约有14亿英镑的 C 罗和他的伴侣乔治娜，在这里可以享受多种高档的配置，包括智能供暖系统、健身房、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按摩室，还有私人影院。住宅内还设有供5个孩子可以使用的游乐区，家人可以在私人海滩上休闲放松。球员时代虽然能力一般，但态度绝对没得说。这些触动人心的足球故事都能为每个人带来一些感动和启发，因为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朋友们，今天2025年老 K 这里是最后一天，但是许多朋友已经跨年了，让我们在2026年再见。今天的重磅新闻，马雷斯卡和切尔西的撕逼很有可能走向分手，还有姆巴佩为了冲击 C 罗的记录连续带伤上阵，结果这下子搞砸了，搞大了，自己的膝盖受伤，将缺席至少3周。节目的下半段还有关于穆里尼奥 C 罗的故事。所以咱们节目的特点虽然播放数一般，但是点赞比率极高，非常感谢大家。老规矩，先点赞再看，养成好习惯。谢谢您的评论、点赞、热推和分享，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皇马真是天都塌了。2025年的最后一天，皇家马德里的队医对球员姆巴佩进行了检查，确诊为左膝盖扭伤。而根据队报报道，他的膝盖外侧副韧带受伤，至少缺席3周的时间。但就老 K 而言，膝盖的伤病从来不是小问题，不是3周的问题，而是3周以后能否完全康愈。一个不小心很可能重演类似于过去贝尔和阿扎尔的悲剧。毕竟姆巴佩的踢法非常仰仗他的速度、爆发力和瞬间力量。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姆巴佩已经带伤连续参加了好几场比赛，却没有想到伤势如此严重。现在他不得不下定决心停下来，因为近几场比赛中他感到自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加速和冲刺。那么咱们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姆巴佩这是为了冲击2025年自然年度 C 罗的记录，带伤出战导致受伤。确实就如某些媒体所言，姆巴佩的执念太深了。其实他身体不舒服已经持续了将近1个月，可就为了一心要打破 C 罗在自然年度为皇马打入的进球最多的记录，这种近乎偏执的执念让他不得不在2026年初高挂免战牌。在前一段时间主场迎战曼城的欧冠关键战之前，当时姆巴佩已经拉响了身体的警报。由于膝盖不舒服，他缺席了皇马赛前最后一堂训练课，最终也没能在对曼城的比赛中获得哪怕1分钟出场时间。皇马最终输掉了对曼城的比赛。而现在看来，在之后的3场比赛里，姆巴佩选择带伤作战，他没有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他太有些急于求成了。队报也证实，自从对阵曼城的比赛之后，姆巴佩就一直带膝伤作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冲击纪录。尽管在对曼城比赛4天后，他在对阵阿拉维斯的西甲联赛中打满全场，还打入1粒进球，可比赛中姆巴佩已经多次流露出膝盖疼痛的表情。而仅仅3天之后，他又首发出战了国王杯对阵塔拉维拉的比赛，又一次打满90分钟。要知道塔拉维拉只是一支低级别球队，那场比赛姆巴佩又打进2球，避免了皇马在国王杯爆冷出局。可当时的球迷却有些不解，为什么这2场比赛他能打满全场，之前打曼城却无法出战？好吧，在2025年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对阵塞维利亚的比赛中，姆巴佩罚入点球，这也是他全年为皇马打入的第59个球。进球之后，姆巴佩复刻了 C 罗的标志性庆祝动作。现在我们也已经知道，为了冲击纪录，他选择在每一场比赛中都打满全场。现在姆巴佩的情况不容乐观呀，他不仅将错过球队年度首座冠军奖杯西超杯的争夺，而且也让主教练哈维·阿隆索的帅位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好吧，姆巴佩不能踢，现在维尼修斯证明自己的机会就来了。再加上罗德里戈，只是可惜了刚刚离开的恩德里克。恩德里克如果晚走1周，知道姆巴佩踢不了，也许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这就来了呢。另外，前段时间我们说过呀，姆巴佩在2023年6月赠予了某位法国警官6万0300欧元，而这位警官当时负责法国国家队的安保工作。
可收了钱之后没有向上级申报此款项。现在该警官已经受到纪律处分，并被强制提前退休。这笔钱的来源、捐赠的初衷成谜，事件还在发酵中。老 K 足球新闻也将密切跟踪，有最新消息再跟大家汇报。现在针对该警官的隐瞒工作和洗钱逃税的司法调查仍然在进行中。另外4名警长各收到了3万欧元，姆巴佩一共捐赠了 18.03 万欧元，而姆巴佩的团队保证所有操作均符合规定，并且没有任何对价。现在这名多年来一直是法国国家队重要人物的警官，而且他和姆巴佩家族关系非常密切。他已经在几周前申请退休，计划于12月31日离职。不过有消息说他将以临时合同的方式被法国足协聘用，参与下一届世界杯的工作。好的，这2天过去，皇马的名宿罗伯特·卡洛斯此前被传因为心脏功能存在严重障碍而接受手术。今天他已经在社交媒体上给大家报了平安，透露了自己的情况，表示手术是预防性的，自己的状态良好，并没有心脏病发作，正在顺利的恢复，并期待尽快恢复完全的健康。还有另一位名宿皇马的门将卡西利亚斯，最近他在播客谈到了自己过去和穆里尼奥的关系。他认为和穆里尼奥的共事就像一段恋情，第3年不爱了就把责任全推给他。卡西利亚原话是：对我来说，和穆里尼奥的相处就像一段恋情，第1年是热恋期，第2年开始发现一些问题，第3年已经完全不爱了。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说好啦，就你来背锅吧。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多年后回头看，会觉得当初应该坐下来把话说清楚。我们有时候是在自己吓自己，其实只需要花1-2天时间好好的沟通一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作为队长，曾经不得不面对一位能力很强的主教练，他是优秀的主帅，优秀的心理学家，非常清楚如何执行自己的战术方法，但他也有自己的性格，这一点和我们其他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皇马的主教练阿隆索遭遇的批评，我觉得他承受的一切完全不公平。阿隆索是一个真正懂足球的人，我理解皇马的环境，各种议论、压力，声音不断。但现在才12月，这一点似乎很多人还没搞清楚。除非你已经落后巴萨12分，在国王杯出局，否则我真的无法理解现在对他的指责。我把这件事儿比作孩子们上学，孩子去学校要不断的交作业，不断的考试，但真正决定成绩的是6月的期末考试，这其实是一个道理。其实关于穆里尼奥，他的性格确实很极端，有时候有些球员确实受不了。可卡西利亚斯这件事嘛，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喜的。毕竟作为队长，将更衣室的秘密泄露给当时自己当记者的女友，这有什么好说的？主教练穆里尼奥眼里，球队利益高于一切，所以必须要抓内鬼啊。好，最近莫德里奇也接受了采访，也谈到了穆里尼奥。莫德里奇说，穆里尼奥是特别的一个，是他把我带到皇家马德里，没有他我永远去不了那里。很遗憾，我们只共事了1个赛季。他也是最严厉的一位教练，我曾经见过他在更衣室里把 C 罗骂哭，只因为那一次他没有去追访。穆里尼奥对所有人都非常直接，但也很诚实。他对待队长拉莫斯和最后一个到来皇马的人一视同仁，真诚至关重要。OK， 让我们再听一听西班牙的体育总监卡兰卡，他最近回顾了自己过去在皇家马德里给穆里尼奥当助手的岁月。他说，穆里尼奥是真的能够把瓜迪奥拉逼到失去冷静的人。卡兰卡的原话是，那一天我刚刚把孩子送到学校，耶罗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孩子你在哪儿？快过来，我得跟你说件事儿。巴尔达诺打来电话了，他希望你当穆里尼奥的助教。我当时还以为他一大早喝多了，结果他坚持让我过去。到了他家，他告诉我，皇马想要的助教就是我。我此前完全不认识穆里尼奥，之后我和巴尔达诺见了面，直接问他穆里尼奥对我怎么看，因为我要每天和他共事。随后穆里尼奥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聊了45分钟，把之后会发生的事情几乎全部都提前说清楚。我没有问他为什么选我，后来才知道他到任何地方都会要求身边有具备执教资格的前球员。他随后还询问了飞哥、米亚托维奇和西多夫，而他们都对我给出了正面评价。我和穆里尼奥共事的第1个赛季，我们经历的一切大家其实都看到了，我们彼此了解，不断学习，相互支撑。世界上最好的教练来到了一个拥有顶级球员的皇马，但同时也面对一个极其强大的对手巴萨。第1个沉重打击就是在诺坎普0-5的那场失利。最初几个月非常精彩，我们觉得可以正面对抗，但随后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对我来说，真正改变一切的是在瓦伦西亚的那场决赛。那一刻我们意识到，只有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才能真正具备竞争力。
第一年的那4场国家德比，现在回头看，也许并没有完全准备好，但如果当时一切都准备得过于周全，可能也不会发生后来的一切了。有糟糕的地方，也有非常好的部分。很多事情现在看都会选择不同的做法，但那就是我们当时所处的现实，而且几乎是在刚刚到队时就面对了这样的局面。而第2个赛季，那个赛季的数据说明了一切，所有人都在把彼此推向极限。穆里尼奥把教练组推到极限，教练组逼球员，球员同样也在逼我们。我们很清楚，唯一能够赢球迈出那一步的方式，就是所有人都走到极限。第2年，我们知道自己始终处在极限的状态，但一切开始顺利的运转。对阵格拉纳达的那场比赛，我们已经提前赢得了西甲冠军，但穆里尼奥仍然进行了一次极其严厉的讲话，大家彼此对视着，仿佛在说：“我们不是已经拿到联赛了吗？”但那正是穆里尼奥的要求，他要求的是创造历史，而那属于历史的数据至今仍然摆在那里。后来在欧冠，我们被拜仁慕尼黑淘汰。如果仔细想，那场点球罚丢的是 C 罗、卡卡和拉莫斯，这些球员几乎从不失手。那天回到更衣室的氛围难以形容。鲁伊一直陪在主教练身边，他问我是否能把穆里尼奥带走，从伯纳乌到拉芬卡。我感觉像走了3天，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到门口的时候，穆里尼奥甚至不愿下车。我对他说：“冷静下来，继续这样工作，成功终究会到来的。”我们抱在一起哭了。他对我说：“今年本该是我们的，在所有方面都已经做到极限的情况下，那一年就是机会。对手是切尔西，前一天我们几乎掌控了一切，却最终没能到达终点。那样的实力方式对所有人来说都异常残酷。”而关于瓜迪奥拉在伯纳乌的那一场著名的发布会，穆里尼奥这个人真的能把瓜迪奥拉逼到失去冷静。我们在这里的最后1年，瓜迪奥拉其实已经准备离开了。那一场我是主宰的发布会，其实是因为穆里尼奥在发布会之前就已经1-0领先了。穆里尼奥拥有一种能力，在发布会开始前就知道第2天媒体会打出什么标题，总能把对方逼疯。有时他让我去出席发布会，大多数时候则明确告诉我可以从哪个角度去说。他非常清楚对方会说什么，说到什么程度，以及是否需要降温。记者们总能制造标题，但穆里尼奥永远知道自己想留下什么。当我独自出席发布会的那一天，那一刻我就决定，穆里尼奥这个人我会跟到底的。像穆里尼奥这样的教练，在发布会前就清楚记者会离场，换做别人可能会选择妥协，但他对我说，如果我留下，他就陪我一起留下。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还有那场比赛后的发布会，他拒绝回答那些在我发言时提前离开的记者，那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直到现在，我依然和穆里尼奥保持联系。而后来穆帅的最后1个赛季，许多时候正如他自己所说，人们总是在事情变糟后才想去改变，其实应该在一切顺利的时候就改变。经历了2年那样高强度的要求以后，局面变得非常复杂。如果是我，会尝试通过引进新的人员来改变环境，努力变得更具包容性，理解不同的立场。从内心来说，大家对他始终是敬佩的，但渐渐已经看不清方向。对阵拜仁的那场比赛成为了一切开始走向失控的起点。至于外界是否对穆里尼奥不公，我觉得呀，真正的认可来自球迷，而球迷至今仍然记得那段时光，那段经历为之后的成功铺平了道路。最后1个赛季让我感到最挫败的是看到穆里尼奥在发布会上请求球迷不要嘘球员，希望把嘘声留给他自己，让球员安静下来。但回到家打开新闻，却看到标题变成了穆里尼奥挑战伯纳乌的球迷。这一切都被扭曲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那天的表情，那种痛苦的神情真的很难承受。后来国王杯那次，我知道他不会留下来了，但在多特蒙德那场比赛时我还不知道。当他后来跟我提到切尔西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终点。在确定穆里尼奥将离开的时候，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最后的1周，他来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不回消息，然后直接问我，如果我们去切尔西，你会跟我一起吗？我当时想，我去切尔西能做什么？那时候我的英语还不好，也不熟悉英超联赛和英格兰。我告诉他我更倾向于不去，同时也告诉弗洛伦蒂诺我想离开。在经历了巅峰之后，我不想回到青训体系。他对我说，我是家人，一切都可以解决。穆里尼奥得知后立刻给我打电话，说我骗了他。我解释说，我只是觉得自己在那里不会有真正的贡献。11月我去了米德尔斯堡，2年半以后我们升入了英超。
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既是最好的，也是最糟的。这几天过去皇马的名宿马塞洛也在播客中谈到了穆里尼奥。他说，穆里尼奥执教皇马的那段时间真的很疯狂，我当时对俱乐部是完全忠诚的，对教练也是一样，尤其是和巴塞罗那踢的那些比赛，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像疯了一样。我记得有一场冬天的联赛，那场我踢得很好，比赛结束之后我上了球队的大巴，穆里尼奥走过来跟我说，马塞洛，你是最好的，你今天做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顶级顶级。那种被认可的感觉真的很强烈，我回到家特别开心。结果下一场比赛我踢得很糟糕，他马上又把我叫过去说，过来，你怎么能差成这个样子，和上一场表现完全相反，这场你在干什么？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足球吗？一天好一天坏。但说实话，我其实挺喜欢他这种方式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在我刚开始那段时间真的改变了我的心态，他让我变得更有侵略性，踢球方式更直接。后来有一次训练，大概是在2010年之后，他突然问我，你知道你为什么没去世界杯吗？我当时半开玩笑的说，因为主教练没选我。他说，不是，是因为你不会防守，你的防守太差了。那一刻其实挺刺痛的，但也是事实。之后我们聊了很多，他也确实教了我不少东西。现在回头看，他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对的。另外，前巴黎队和热刺的边锋卢卡斯·莫拉在最近接受 ESPN 采访的时候透露，在他合作过的主教练当中，最爱的是穆里尼奥。卢卡斯·莫拉说，我最喜欢的合作过的主教练就是穆里尼奥，他会看着你的眼睛，而且非常坦诚地与你对话。有时候他会问我，你好吗？我会告诉他我很好。他会说，真的吗？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中你表现的实在太……还有过去利物浦的队长杰拉德最近也谈到了穆里尼奥在蓝军切尔西时曾经想签下他，而且当时杰拉德确实有些动摇。杰拉德说，那是在2004年，我是在手机上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才意识到切尔西对我有兴趣。我回拨过去，电话那头是穆里尼奥。那段时间我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的阶段，自信稳定，也觉得自己可以和任何对手扳手腕。确实有几支球队通过经纪人表达过对我的兴趣，但这个电话的出现确实让人动摇。我当时对在利物浦的处境非常满意，可是当穆里尼奥亲自给你打电话，而且他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教练之一，他的说服能力和与人沟通的技巧确实非常强，这种情况很难不让人心动。在经济层面，对方给出的条件是我当时收入的2倍，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如何继续保持自己在英超顶级中场的位置，以及如何确保在英格兰队的位置。那段时间我反复思考的是谁真正需要我，贝尼特斯是否真的想要我，是否愿意围绕我来打造球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而另一位世界顶级主帅告诉我，我将成为他的球队的绝对核心，那么不管他是否真的能做到，至少在当时，穆里尼奥确实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另外还有穆里尼奥当时作为翻译和助理教练，曾经陪伴过英国名帅罗布森执教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时期当助理教练的穆里尼奥又是怎样呢？最近前巴萨球员塞拉德斯受邀在播客中谈到了那一段时间。要知道，穆里尼奥执教球队所奉行的比赛风格和巴塞罗那俱乐部著名的传控战术截然不同。曾有一段时期，具体是1996年到2000年，穆里尼奥曾是巴塞罗那教练组的一员，起初担任罗布森的助理教练，之后又在范加尔麾下负责撰写对手球队的分析报告。塞拉德斯表示，博比·罗布森和穆里尼奥带来了一套与我们过往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这对巴萨阵中不少球员来说并非易事，尤其是那些在队效力很多年的老将，我们当时很难适应那样的局面。不过那段经历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因为球队的足球理念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而罗布森是一个情感非常外露的人，对所有的事都有着清晰的规划。有一次我们以6-0的比分大胜对手，但比赛结束后现场却响起了漫天嘘声，球迷们并不喜欢他们看到的比赛内容，他们渴望看到的是另一种风格的足球。球迷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胜利，他们多年来早已习惯了一种特定的比赛风格，并且深爱这种风格。这种风格与如今巴萨的踢法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以罗布森与穆里尼奥两个人在巴塞罗那率队夺得了欧洲优胜者杯、西班牙国王杯以及西班牙超级杯的冠军，但这些荣誉依然保不住他的帅位，赛季结束后就遭到了解雇。此后穆里尼奥继续留在球队辅佐范加尔，但到了2000年，两人在被解雇后又一同离开了巴萨。
从此以后，穆里尼奥开始了自己那段人尽皆知的传奇的执教生涯经历。最近2025年最后一场比赛，布拉加主场2比2逼平了本菲卡。裁判在下半场吹掉了本菲卡的2个进球。穆里尼奥在新闻发布会上仍然是老样子，对判罚十分不满。他赛后说：“来到这里3比2击败布拉加是一个梦幻般的结果，我们3比2赢了。我在替补席上看到了我们的第3个进球，虽然离得远有疑问，但我在替补席上看了一遍又一遍回放，可能和 VR 看的是同一个屏幕。那是个好球，我们赢了，一场伟大的胜利，我们赢了，赢了，赢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想带着喜悦和信念离开。尽管有人会说我疯了，但我坚信我们逆转了比赛，并赢得了胜利。”哈哈哈！现在本菲卡在葡超联赛排名第3，距离第1名的波尔图已经有10分的差距。而之前的几个赛季，本菲卡一直排名第2或者是冠军，所以穆里尼奥在本菲卡的任务仍然是艰巨而繁重。切尔西跟马雷斯卡的事已经彻底走向了双方要分手的阶段。首先，目前在博彩公司开出的下一位英超下课主帅赔率显示，马雷斯卡是最危险的一位，仅为1赔 1.25， 排名第2的努诺是1赔9，所以马雷斯卡是断崖式的领先。在与伯恩茅斯的赛后，马雷斯卡更是直接缺席了赛后的新闻发布会，这是本人主动选择不出席，而不是此前所称的因病缺席。因为目前马雷斯卡正在审视并且思考自己的未来。切尔西内部已经有人认为，马雷斯卡的公开言论和他想要离开切尔西的愿望有关。近期他对切尔西球队项目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多重限制感到很沮丧，尤其是在阵容构建、决策空间还有长期规划方面。他认为自己的执教自主权受到了影响，这些问题促使他必须认真评估。说人话就是马雷斯卡非走不可了，他必须想要在一种能够推进自己的足球理念的环境下工作。目前还不存在已经敲定的去或者留的决定，马雷斯卡仍然在履行切尔西主教练的职责，但是不确定性正在迅速上升。切尔西方面也没有就此进行进一步的公开回应。俱乐部高层和教练组之间的关系动向将是下一阶段媒体关注的焦点。最近7场联赛，切尔西仅仅取得1场胜利，这也彻底退出了冠军争夺的行列。而最关键，如果瓜迪奥拉今年夏天要离开曼城，马雷斯卡将是最主要的候选人之一。在最近的一场2比2战平伯恩茅斯的比赛中，第63分钟，马雷斯卡换下帕尔默，这一举动引起了切尔西球迷的集体嘘声，有些球迷甚至高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随后，马雷斯卡就告诉自己的助手，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无法接受采访，并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本来切尔西是希望等到今年夏天再进行例行评估，这种评估原本是计划在马雷斯卡执教2年后进行，目的是为了评估球队的进步再做决定。可是现在如果有必要，切尔西准备提前采取行动。由于切尔西的阵容和实力，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表现应该更好，特别是在7月份还拿到了世界俱乐部杯。他们有充足的人员和足够的实力实现前4的目标，但主场和伯恩茅斯的平局让人非常失望。这场比赛中他们一度领先，可本赛季至今在英超联赛中，他们在领先的时候已经丢掉了15分。15分呀，整整5场比赛。如果这15分都保住领先的优势，切尔西现在甚至和阿森纳一样并列第1。所以既然能够在这么多比赛中领先，说明切尔西是有实力的，可保不住领先的优势，这说明战术方面是有问题的。现在切尔西距离排名第17位的诺丁汉森林的距离，甚至比排名第1的阿森纳更近。而且下个月1月，切尔西会非常繁忙，安排了9场比赛，首场就是本周日客场挑战曼城。在此前，马雷斯卡发表过一段令人震惊的言论，称自己度过了最糟糕的48小时，并且拒绝解释这句话背后的含义。这像谜语一样晦涩难懂的言论，反而加剧了幕后的混乱局面。要知道，上赛季冬天，当马雷斯卡的切尔西遭遇了类似的低迷的时候，切尔西管理层曾经力挺他。可目前毫无疑问，双方的关系已经恶化，所有迹象都明确指向夏天就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日子。如果成绩没有改善，甚至可能会提前。尽管目前俱乐部管理层在打平了伯恩茅斯之后，还没有马上解雇马雷斯卡的意愿，可这种局势仍然有可能生变。联想到切尔西现在的所有者曾经2次在赛季中期换帅，像图赫尔和波特都是突然遭到解雇，所以对马雷斯卡的未来大家越来越担心。好在目前双方均没有表现出决意分手的明确倾向，无论马雷斯卡对现状感受如何，他主动辞职的可能性目前看来很低，毕竟没有几个教练愿意放弃如此丰厚的解约金。
未来的切尔西所有者不会偏离他们现在的交易模式，签下长约的年轻球员，再根据年轻球员的表现决定未来是出售还是续约。所以无论谁当主教练，马雷斯卡或其他的继任者都必须在这样的框架下工作。管理层期望任何教练都能让这一体系运转起来，并且善用手头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切尔西的姊妹俱乐部法甲斯特拉斯堡在罗希尔执教下，现在位列法甲第7名。罗希尔显然有被培养为未来切尔西主帅的潜在可能，不过这也非常棘手，因为斯特拉斯堡的球迷本赛季初就因为队长埃埃梅加被出售并回租切尔西而抗议。现在看来，1月份马雷斯卡必须扭转局势，否则就是下课危机。俱乐部方面认为，球队必须在新的一年里提升成绩。据罗马诺最新的消息，现在的切尔西跟马雷斯卡的关系不只是紧张，简直火药味十足。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况，马雷斯卡和切尔西之间非常紧张，显然这会对马雷斯卡的未来产生影响。别忘了，他在1年半的时间里给切尔西带来了3次半决赛，还带队拿到了世俱杯，这可不是小事儿。他还带来了一座欧协联的冠军，并在上赛季获得了欧冠资格。他带来了一种辨识度极高的打法，所以就能理解马雷斯卡为什么在曼城深受好评。总之，马雷斯卡做出了重要的工作，但是在足球界，人际关系和默契也很重要。可以说，在最近几个月内，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转会市场的原因，双方的默契有所缺失。比如当科尔威尔受伤的时候，马雷斯卡想要一名中后卫，但切尔西选择不介入。切尔西不希望主教练总是参与所有的转会决策，所以现在的局势非常紧张。接下来的几天必须要关注马雷斯卡。目前在转会市场方面，切尔西、曼联和尤文图斯都在关注 AC 米兰的麦里昂。麦里昂和米兰的续约问题现在仍有 10% 左右的差距。米兰计划在下周向麦里昂提交一份最终报价，和球员经纪人团队的会面也已经安排好了。过去几天双方有电话联系，出现了初步有限的开放沟通态度。不过麦里昂这件事仍然受到米兰上赛季遗留问题的影响。当时 AC 米兰实际上已经给他了一份年薪500万欧元不含奖金的合同，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但俱乐部始终没有正式的邀请麦里昂去签字。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涉及到关系、信任以及项目的可信度。麦里昂当时感觉信任被削弱了，有些失望。他并没有被边缘化，但确实觉得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未来米兰会不会在下周提交一份固定年薪550万欧元外加奖金的报价，奖金可能最高达到100或者150万欧元。这件事情麦尼昂本人还没有明确的立场，但是从经纪人的态度来看，他们对续约给出了一个微弱但真实的开放信号。好的，在2-2战平伯恩茅斯的比赛中，切尔西中场凯塞多又一次吃到了黄牌，他将无缘蓝军本周末对阵曼城的英超焦点大战。其实在比赛前，凯塞多就深知自己必须避免在这场比赛中吃到黄牌，否则将成为他本赛季第5张黄牌。要知道英超联赛的黄牌累积规则在新年就会重置，可重置之前他还是拿到黄牌了，所以将因此停赛。这已经是凯塞多在1个月内第3次遭遇停赛。他因为在对阵阿森纳的英超中鲁莽犯规吃到红牌，随后又在联赛杯对阵卡迪夫城因为讽刺性的鼓掌嘲讽裁判吃到黄牌，导致他在联赛杯也被禁赛。而如今联赛这一次则是黄牌累积停赛。凯塞多对切尔西的作用非常大，所以俱乐部方面希望他能够尽力避免此情况多次发生。不过当然，考虑到凯塞多在切尔西被当像驴一样的用，老 K 个人倒觉得想要轮休就得自己想点小办法。好的，咱们再看看关于 C 罗的好消息C 罗耗资了3000万英镑，是3000万英镑啊！在里斯本建设的豪宅已经完工，这一座超级豪宅在葡萄牙里斯本以南约30英里的地方，这是个专属的海滨度假区。C 罗的豪华房产是目前葡萄牙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住宅之一啦。豪宅拥有8间卧室，整体工程整整持续了3年多。听说在结束职业生涯以后，目前效力于沙特的 C 罗预计将正式搬入自己在葡萄牙的住所。住宅内配备了大型的无边游泳池和地下停车场，可以存放他价值约1200万英镑的各种汽车收藏。豪宅还设有一座巨型的玻璃泳池，带有水下通道，宾客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方游泳的身影。现在身价估计大约有14亿英镑的 C 罗和他的伴侣乔治娜，
在这里可以享受多种高档的配置，包括智能供暖系统、健身房、室内和室外的游泳池、按摩室，还有私人影院。住宅内还设有供5个孩子可以使用的游乐区，家人可以在私人海滩上休闲放松。豪宅内部大量的使用意大利的大理石，配备了纯金的水龙头，并且设有一幅专门为2人量身定制的路易威登的壁画。此前，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住宅的安全性 ，C 罗曾尝试收购新住所旁边的一座高尔夫球场，可是报价遭到拒绝。这座豪宅也是 C 罗庞大房地产资产组合中的最新一个。除了这里 ，C 罗还在里斯本拥有一套价值600万英镑的豪华顶层公寓，可以360度俯瞰整座城市。这座豪华公寓设有3间套房、2座游泳池，一座室内，一座室外，也是有健身房、桑拿院，还有影院。而在家乡马德拉岛 ，C 罗同样也有房产。他在家乡购置并且改造了一座价值数百万英镑的豪宅，由废弃的仓库改建而成，可以眺望整个大西洋，配备了2座泳池以及1块私人足球场。此外 ，C 罗在西班牙马德里还保留着拉芬卡高档社区的豪宅。这座房产是由被誉为明星建筑师的华金托雷斯设计的，拥有36个房间，其中包括5间面积达到了70平方米的套房。套房内设有双浴室和按摩浴缸，并且配有步入式的衣帽间。住宅还配有双层挑高的客厅、花园、大型泳池、健身房、桑拿房，以及可以停放6辆车的车库。另外呀，在意大利，在效力尤文图斯期间，他还在都灵购置了一套豪华别墅。别墅可以俯瞰整个全城，配有桑拿房、土耳其浴、室内泳池、私人健身房、影院，以及带有升降机的车库。此外，在纽约 ，C 罗还斥资1500万英镑购入了一套位于第56层的公寓，可以远眺纽约城市天际线和中央公园。那么在沙特踢球的时候，他目前居住在一座被称为亿万富翁岛的私人岛屿上，这处房产估值约1200万英镑，位于提供了顶级安保的高端住宅区，直通海滩，设有6间卧室，可以停放7辆车的车库、水疗设施，还有工作人员居住区，以及可以俯瞰海景的无边际泳池。所以老 K 知道有许多球迷不喜欢 C 罗的性格，可是作为男人，一个男人做到这种程度，一定是会被世界上99%以上的男生羡慕并且嫉妒。对了 ，C 罗在2025年最近纪录也被终结了，自2010年以来，首次在全年他没有上演过1次帽子戏法。老啦 ，C 罗真是老啦。不过明年世界杯上能不能把今年没来的帽子戏法再多来几次？哈哈。最后转会市场，阿森纳的道曼已经迎来16岁生日，于是德转评估了他的初始身价达到2000万欧元。他和柏林赫塔的中场球员埃希霍恩现在并列全球身价最高的16岁球员，这个身价在历史上排名第5。在他此前已经有4位球员的初始身价高达2500万欧元，其中3位来自巴萨，分别是当时16岁的亚马尔，还有法蒂、加维和奥多伊。所以最近阿森纳青训学院的总监莫特萨克接受了采访。自1998年以来，阿森纳每个赛季都让一名10几岁的球员能够完成一线队的首秀。莫特萨克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我感到无比自豪。首先，你们必须明白，这是团队合作的成果，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集体，也是我赖以生存的根本。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我们营造了一种氛围，让每个人都决心为俱乐部做出贡献，也为彼此做出贡献。让我们尽可能的坚持下去吧，因为这真的很有意义。这就是方法。如果结果是年轻球员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而有机会进入一线队，甚至在其他地方获得机会，那就非常好。从长远来看，我们正在努力提供在酋长球场踢球的机会。虽然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非常罕见。我们重视每一位进入阿森纳青训营的球员，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能够丰富他们人生的经历。所以莫特萨克在阿森纳青训学院已经工作了7年多。德国人做事认真严谨，再加上莫特萨克的性格很有耐心，做青训他有很大的优势。老 K 至今记得过去莫特萨克在赛场上指着队友厄齐尔骂，像他这种非常认真的性格，见不得别人摸鱼，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这么多年这个人一直这样。球员时代虽然能力一般，但态度绝对没得说。这些触动人心的足球故事都能为每个人带来一些感动和启发。因为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